那我们俩哈都是做房地产的，我在多伦多这边，我可能做20年，你应该也做了10几年了。对的。那对房地产哈，假如美国对加拿大加关税这个事情，对多伦多对加拿大的房地产是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你觉得？我觉得那个对，首先大家那个消费力。还有消费的那个信心指数会降低，包括以后的 unemployment rate 可能也会升高，就大家真正以后的那个购买力也会变。加币实际上因为随着利率对它也在贬值，所以它整一个的购买力呢实际上是变弱的。美国人的购买力变强了，这是特朗普想见到的，就是他这个打这个关税，就是跟加拿大的一种博弈，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加币跌得很快，加拿大的经济也会变得相对糟糕一些，接着走下坡路。包括银行哈，因为它的经济在往下走的时候，那银行呢实际上是需要继续，把那个照理来说应该是要降息，继续降息的话，它才能刺激大家出去消费。对，因为加拿大的那个通货膨胀已经是降到一个很低的一个1.9了，看来最近是1.9。对，实际上你说通货膨胀降低，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好事情？那整体来说肯定是。不想经济过热而降低，但是当你降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可能通货膨胀会去到0，像日本过去这么多年，那就变成一个负数的，所以经济就停滞不前了。那这一次实际上就通货膨胀跟 GDP 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哈，就这两个数字。那这一次实际上我们之前是听到，我个人参加了一个会议，是一个企业家组织的一个会议，邀请了那个多伦多大学的一个政治学的一个教授，他专门讲 geopolitics 的，叫 Janet Stein 他在这个业界是非常有威望的，他就全球飞，也是各个经济论坛去演讲，他就专门讲了，就提到了这一次的这个关税对加拿大的影响。他说整体基本上影响会是比较大，而且这个如果是继续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加拿大的 GDP 是基本上是要比正常预期要减3个点左右。对，那如果正常 GDP 是2.5、2.6哈，现在是预期，那如果是减个3个点的话，基本上就是进入负数。那进入负数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加拿大是基本上是在一个经济衰退的这么一个过程中。比方说加拿大的经济衰退哈，可能还不是从今年开始，其实我觉得从疫情开始吧，整个的经济哈就是处于一个衰退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了。所以在通过这几年这个疫情之后呢，经济呢也没有很好的措施呢去扶持，然后呢，所以这个衰退的趋势呢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是明显，而且我们现在说去年衰退，就是加息引起的。对，加息引起的，然后实际上衰退不衰退，我们现在说只是我们预估，但真正定夺它是不是这段时间衰退，必须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往回头看，再看它那些经济指标，实际上就我们自己能感觉到，实际上我们是在一个衰退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去年也好，今年也好，可能明年都会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就是大家就是心态要摆正，就是每一个正常的一个经济体制底下不可能年年都是就是很蓬勃的去发展的，就一定是比如说涨10几年、20年，然后会有一个回调期，会有一个3到5年、6年的回调期。那我们就正好是处在这么一个回调期，这个低谷的时候了。对，这个我倒也是可以理解啊，因为整个的经济的发展趋势呢，它也是波浪型的，那它总是有高有低吧，有时候5年一个周期，有时候可能10年一个周期。那如果说大家呢，就是对房地产哈，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很多人就会问，那今年是不是买房的好时机呢？现在因为房价哈已经相对于去年前年来说呢，已经下跌了很多了，可能有的区跌了20%、30%都有可能。那现在大家说是不是入市的一个时候，是不是捡漏的一个时机呢？这个问题，像我去年底，实际上我们都估计房价已经基本上触底了。触底的话。但是这个底部会一直保持多久的时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触底之后它会有个反弹，但它会不会这么快反弹？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呢，实际上是有难度的。特别是这个公寓市场，今年是一个交房大年，加上公寓市场今年的那个存货也比较大，2万多套，加上有3万套的交房，就加起来有5万套，接近6万套的新房会供给到这个市场上，所以我们是需要时间，整个市场是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些库存的。那这个消化时间是要
到什么时候呢？今年哈2025年，明年2026年，我猜这2年时间都要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去库存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但到了2027年呢，就因为这几年过去2年，新房都卖不动啊，都卖不动，就言下之意什么意思呢？新房卖不动，开发商拿不到建筑贷款，你都卖不了了，银行肯定不会给他钱，他就干脆就不建了。对，开发商那地就只能放在那儿，一块空地放在那儿，他养着，啊，他就不建，所以他那个整体的那个完工啊，就时间呢一般是3、5年之后，那现在的这个时间卖不动，3、5年之后将会没有交房。实际上就今年会有3万多套的交房，明年将会掉到1点几万套，后年掉到几千套，也就是说去到2027年市场上是没有新房交房的。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挺可怕的一件事情。对，是的。所以呢，我以前哈，我跟其他那个嘉宾哈谈过探讨过这个市场的问题。我说市场呢，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好与坏哈，其实呢取决于这个供求关系。像现在这种行情，像你说的，今年假如有3万套的那个新的condo啊要交接，但是现在需求量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造成了一个供大于求的一个现象。如果经过这2年这个消化，如果把这个库存已经消化完了，到后年呢，也许呢就开始呢就出现一个供不应求的情况。到那时候呢，可能房价又会开始上升了。是的，这其实就是一个供需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大家都预期到了，到后年公寓楼市场它整体又会变好，因为市场上都没房供给了，那个库存也去的差不多了，因为毕竟整体来说，加拿大的人口还是在增长的，每年像去年说是前年、大前年。基本上人口是增长了100万的这人数是非常夸张的。今年减少50万，也还有50多万要来。还有50多万，50多万里面有一半是去安省以外的地方，那至少多伦多基本上也能来个20多万人。对。那来20多万人，那个每年过去10年哈，新房市场供给量除了公寓之外，也包括 low rise 独立屋、半独立这些，还有那个 townhouse。它市场上的供应量大概平均每年是不到3万套的，3万4万，对。实际上是对，实际上这个量是很少的，平均一个家庭2.6个人组成一个家庭，那这个新房的这个供到市场上的平均的3万套左右的这么个房子，也就能住个7万多人就是能安顿7万多人的居住。但人口增长是多少？刚刚讲了，就算再少，它也有一个20万，所以它这个供需是短暂性的一个问题。对，其实所以我也是因为做地产做了20多年了嘛，那总体来说呢，这个多伦多的房地产它这个供求平衡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觉得政府其实加拿大政府本来就是一个保守的政府，他会预估到大概有移民的人数有多少，所以我今年的这个新建那个房屋的这个量大概是多少，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平衡的。是政府实际上看得很清楚，因为政府是看大数据的。对。所以我看到这个省政府也好，联邦政府也好，包括市政府也好，他们现在开发商拿的地都在申请 upzoning， 就是把那个容积率提高。你就算不提高，政府会推着你往前走，政府会说，哎，你这个土地一共批了200套，不行，你得多申请，你得申请个400套，就你申请少了，政府还会不高兴。现在是反的，因为政府看到的不光是现在的这个需要去库存的这个短暂的这个时间段，他看到的是3年、5年、10年以后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他知道未来多伦多整一个城市，包括加拿大，实际上住房需求还是不够的，还是非常强劲的。对，其实呢，你说现在是没有买家吗？其实是有的，只是说买家呢，我觉得现在是对房地产他信心不足。他很多人还是在观望嘛，在等待。是的，对。虽然说去年呢，这个影响最大是因为这个连续加息，确实让大家就没有办法就供得起房了。那现在呢，已经陆陆续续降了1.75，是吧？已经从开始降了1.75了。利息呢是下调了一些，但是呢，这个银行的利率相对来说还是很高，所以首次买房的人呢，他还是会要掂量的。再说了，就说很多人呢是有这种买涨不买跌的这种心态。你越抢的时候，越抢 offer 的时候，大家越入市，然后现在呢，越冷静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观望吧，还在觉得会不会跌得更低价格。如果说他们说去年12月份，假如说卖一套房，那时候我们已经觉得已经触底了，那时候卖的房，假如说100万房子，那现在如果没卖掉，重新上市的话，那新的买家会说，哎呦，那95万是不是可以？90万是不是可以？所以大家呢还是在压价。那作为卖家来说呢，他的心理价位。
他觉得呢，以前行情不好是因为利率高，那现在利率降了，市场的价格应该是回升的，所以这个卖家呢又不愿意降太多价，其实也有一种僵持的状态，就是除非呢这个卖家真的非卖不可了，我真的就供不起房贷了，那我没办法，只能割肉了，是吧？对，是的，是的。